有缘人，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想不通？明明看着谁也没什么特殊的才华，但是他就是比你活得好。或者说明明看到很多的人生机会，但是别人抓住了，自己就是抓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能量不够了。其实一个人他人生不顺，他活得不幸福，不是他智慧不足，不是他能力不够，而是他的心念能量不足。在这个纷扰的世界，太多人被琐碎困住，能量分散，迷失在旧事与纠缠中，忘了真正重要的目标和使命。你可曾想过，你每天关注的、纠结的，正是决定你人生层次的关键。厉害的人能够牢牢把控自己的注意力，把自己宝贵的精神能量付诸于最能体现生命价值的事物上。在开窍者的眼里，人生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一心一意增益自己的能量，提升自己的身心能量场，多做高能量的事情。因为潜意识的能量比你想象的更强大，低维都是方法论，高维都是意识场。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，是你在修行实践中形成的人生习惯，深入到你潜意识深处的习惯。要养成这样的习惯，就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，就要把自己的意识锁定在正事、大事上。心中有正事、有大事的人，是不会让自己的身心出位的。他们精神守舍，身心归位，让一切都为自己事业让路。即使发生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，他们也能执意守中，定中达外，随境显香，随时随地把自己从一切不必要的人事物境中抽离出来，不离本位，不忘初心。因为你自己能量充足了，能量场强大了，一切状态都会改变，外在的东西都会自动为你匹配，匹配更高级的人事物境，匹配更具生机的人生事业。你入什么样的场，就会呈现什么样的人生。那些厉害的高人，总会选择做那些正确光明的事情，不断重复，坚持不懈，将它们深刻地植入自己的身体，植入到每一个细胞，植入自己的潜意识，成为自己生命的自觉。人生自然会朝美好的方向发展。心念能量充足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就是心情越来越好，内心平和宁静，而且做什么事儿都感觉很顺，很丝滑。你的意识，你的能量，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，也是最稀缺的生命资源。人一旦开窍，就绝不会在使命与价值之外空耗自己，而是一心一意地回收意识资源，聚焦大道正道。所以今天告诉你诀窍，你平常做好这8件小事，就能给自己补充能量。坚持半年，你就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因为这些高能量的强大场域，潜移默化地会把自己带到一个常人难以企及意识高度。第一，就是给自己正向的提示，不说负面的话，不说丧气话。每天早上告诉自己，我今天感觉很好，我很舒服，
我状态很好，我心情很好，千万不要说我昨晚没睡好，我累得不行，我困得不行，今天我脑子很乱，我感觉我很没劲儿。不要这样说。第二，要保持微笑，要经常提醒自己要嘴角上扬。有时候不由自主，可能遇到一些事情满面愁容的时候，自己一旦意识到，马上提醒自己嘴角上扬。哪怕就是你遇到一些烦心事，原来是紧锁眉头，现在眉头要舒展，要保持微笑。你知道一个能量充足的人是什么样？就是他不管遇到什么人什么事儿，他都会微笑面对。第三，遇到烦心事不顺心的事情，要跟自己说，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。这件事教会了我什么？让我想一想，我一定能找到答案。就是一定要坚信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。第四，就是不和低维能量、低维认知的人纠缠。你和一些认知不同的人发生思维链接的时候，你的能量会被消耗掉，你越消耗就会越焦虑，就会越来越无力。所以遇到三观不同、认知不同的人不要争论，因为每个人只能在他的认知基础上思考。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三观不正，频率跟自己不对，应该怎么办？马上断掉跟他的交流沟通管道，就是不随便接触人，不随便沟通交流，要保持自己稳定的情绪、稳定的频率和节奏，这样才能保持自己足够的能量。第五也很重要，就是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不完美，要留一些缺陷。其实我这个人是个追求完美的人，特别追求完美，哪怕再小的事情，我不允许它有瑕疵。就是不管什么事情，我都追求完美，有瑕疵我受不了，甚至睡不着。但是现在我故意要留点缺陷，不管做什么事，做到一定程度不做了，就是要让它有些缺陷，就是要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松弛的人。松弛的人，他的内心能量是满满的，天道既满，人道既全。你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追求完美，注定就是求而不得，求而不得就会痛苦，而且还白白地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。第六，就是要保持钝感，不回应，不拧巴，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，不要太在意外界的影响。你过分关注、过度联想、过度猜疑，你就会拧巴，然后拧巴来拧过去，最后拧巴出来的不是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，而是一个折磨自己的糟糕的情绪。如果你想远离这个精神内耗，想能量满满，就不要抱怨，不要看不惯，不要嗔恨别人，这些都是在自损能量。如果说你听了别人议论就无法释怀，那就先不听不看，当然这是权宜之计。想真正的保持钝感，还是要明道开悟，就是要明白一些道理，以理化情，然后你自然就能放下。第七点就是日行一善，要积累福报。福报就是能量，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健康，
还有我们的人际关系。人不要只知道索取，不知道付出。你日行一善的话，久而久之，你的福报银行里存款就会越来越多，你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充足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人生变得越来越顺了。弘一法师说，若你怀有纯善之心，品德高尚，那必然会有福报。即便福报没有显现为财富，也不要怀疑，你的福报可能已经转化为健康的身体、宁静的时光、温馨的家庭和品德良好的后代。第8，要多读书，多汲取知识和营养。能量保护的核心还是善护念，心念保护的关键是什么？就是明道开悟，以理化情。你知道了一些道理，就能够保持内心的清净平和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皆悉归。人在不清净的时候，这个能量是外泄，但是人在清净的时候，能量是内收的。一个人他要怎么样才能顺呢？其实就是去守护好自己的能量，不要让别人去偷走你的能量。你哪怕让别人偷了钱，我们也不能让别人去偷走我们的能量。本来你心情是好好的，你跟他说3句话，你就觉得特别的累。那像这种人，他其实就在偷你的能量。这种人叫做能量贼。你的能量被人家偷走了，表示你的幸福也被人家偷走了，你的钞票都给别人偷走。只有有能量的人，他才能够成为幸福的有钱人。那怎么样去守护好自己的能量？其实一点都不难，但是你得掌握秘诀，要守好这3个不过度。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去过度的共情别人的遭遇。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树洞宣泄，就是比如我爸从小他虐待我，我妈妈她就不待见我，老师我过得好苦啊。我们不可以去当别人吐苦水的树洞，你天天去吸收别人的这种痛苦，你自己就会成为情绪的垃圾场。如果说你天天处在这样一个负面场里边，你特别难做到出淤泥而不染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心理学专家、神经科专家，最后他自己都得了心理问题。第2个不过度，叫做不过度的去纠缠，去纠缠那些破事儿，去纠缠一些错误，在心理学上叫做反刍思维，也就是俗称的翻旧账。我跟老公去翻旧账，跟孩子去翻旧账，跟自己去翻旧账。这个陈年往事它就是一堆垃圾。你们都知道家里有垃圾，我得赶紧丢掉。哪有人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边了，还去里边翻一翻再拿出来摆着的？碰到这种事情你可以生气，别人吃五谷杂粮有情绪的起伏，但是你不要越想越生气。第3件事情就是不要过度的去干预因果。有人说我好心的去帮助我一个朋友，结果他还倒打我一耙。我好心的去帮助了我一个亲戚，结果最后人家不但不感恩，还把我都牵扯进去了。这个都叫做过度的去干预别人的因果。你要记住，人各有渡口，那渡人也各有各舟。张三有张三的河要渡，
李斯有李斯的船，王五有王五的渡口，你干预不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债要还。换一个角度去说，我们要去创造好的因果，我们要去选择跟几种人在一起，他不但不会去偷走你的能量，而且他还会给你赋能。第一个就是你要跟孝顺的人在一起，这个孝顺的人他通常都是正能量的，孝顺的人心通常都是善的。一个人连生我养我的父母都可以不孝顺，那如果他要背叛你，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。第二个就是你要跟情绪稳定的人在一起，他不会动不动一点就炸，他也不会因为你说2句话就不高兴，就开始跟你生气，他绝对不会这个样子。第三个就是你要跟有活力的人在一起，这种人他每天的人生都非常的有目标，做起事儿来都特别带劲，很有朝气，也非常有冲劲儿。你本来是要死不活的，可是你跟他在一块，他带着你还能去跑一场马拉松，这就代表这个人他是在给你赋能。然后第四个就是你要学会跟敲打你的人在一起，这个敲打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点拨。比如说你骄傲了，他敲打你；比如说你说负面的话了，他会点醒你。这种人他其实就是你生命中的人生导师了。如果说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到，那么我相信你的正能量一定会不断的去增长。当你的正能量不断的增长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你万事顺利了。真正厉害的人都是精神纯粹，意境高远，敢于向天地借能量的高手。所谓的借天地能量，就是天人合一，以天地为师，以万物为师，在与天地万物的融合共振中获取源源不断的人生能量与智慧。一流红尘高手遵循大道为公的信念，在内在良知良能的指引下，动机至善，无我利他，合一中正，自觉自在运用着天地万物的生机，全神贯注地进行着高品质的精神创造。天道为公为慈，高手悟透其中天机，以德合道，把自己当成链接宇宙天地与万物众生的一根管道，开合出入升降聚散，借取天地之间一切可能的能量，全然地呈现使命，全然地服务奉献。从心开始，通透10条借天地能量至简心法，你再去体悟如是道先贤智慧，你就会豁然开朗，势如破竹，一通百通。相信的力量是强大的。当你建立起全息统一的宇宙整体观，在认知系统中强烈相信万物是一体的，身心可以与万物和谐相处，同频共振，你就可以从天地万物中获得生机与智慧。大愿大智，成为爱，表达爱，可以链接更多的天地资源。当你的志向指向个人私欲时，你意识容纳的事物是有限的；当你的志向是利益他人，
利益更多众生的，万事万物都会进入你的精神空间。三、此大爱无碍，大道滋养万物，包容万物，却从不控制万物，寻求万物的回报，以德合道，厚德载物。一个人心怀慈悲，德行越纯粹，能承载、容纳、吸引的东西就越多，它与万物的联系越紧密。四、敬，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与回应都是相互的。你尊重万事万物，万事万物也尊重你。当你怀着感恩诚敬之心，平等地对待天地间的每一个事物，每一个事物都会把它内在的能量积极回馈给你。五、静，只需几首静读，把身心调整到安静状态，这是我们与万物建立链接，获得万物能量的必经之路。在虚灵宁静的意识状态中，我们会听到万物的声音，感受到万物蓬勃的生机和活力。六、静，当你的精神空间杂乱不堪，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充满，那些美好光明的东西是很难进入的。只有自觉的断舍离，不断清理，不断归零，保持意识空灵状态，才能敏锐建立起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关系。七、和，身心和，心神和，天人和，合成一个整体，把自己看成天地万物，把天地万物看成自己。无论身处何境，意识中都带着万物，合着万物，融着万物，与万物处于同一和谐的美好意境中。八、意识执意手中，就能如不动。一是生命中线，把自己看成一根管道，顶天立地的管道，像定海神针一样不可动摇。一是信念中轴，信念极致纯粹光明，就能形成向心凝聚力，凝聚万物的能量。九、中是心中，中是中心，让自己的意识不偏不倚，居于心中，居于中心，定于中而达于外，这样就能保持中正中通的立场，如镜子一样真实呈现天地万物的本来面目，建立与天地万物的本真关系。十、正气吸引正气，当你合一中正，立于天地之间，信念积极光明，把心中的浩然正气竖起来，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会滋养你，正能量充满，你的身心整体都会焕发出勃勃生机。频率与气场真的很重要，一定要坚决彻底把自己养在高能频道，绝不将就。只要你下定决心，极度自律，看高能文字，听高能音乐，说高能语言，行高能之事，交高能之友，入高能之境。2025年世间法的一切都在夜里清算，有太多人生活在痛苦当中，有智慧的人都在做这3件事儿，才能跟得上能量大升级。越早做越好。
一定要看到最后。为什么赚钱越来越难？为什么疾病越来越多？为什么人们普遍浮躁且没有幸福感？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进入能量大升级的阶段，而大部分人的能量还停留在原地。在能量的急速升级和流转之下，现代人无形当中承受一种压力，总感觉被什么笼罩，却又说不清楚原因，所以人心惶惶，内心无处安放。想要更好的解脱，唯有好好的修行，清除内心的障碍。只有这样，高能量才能流入进来，链接到天地自然的能量，更好的运转起来。一个人的能力再大，智商再高，都抵不过他业力带来的影响。业力无时无刻不在上天入地下海，跑不掉也没办法躲掉，只有守住初心，正念觉知，心性光明，才能柔和内心，消除业障。因此要学会自我反省，不要自欺，要向内求，洗心革面，改掉自己的问题。以下这3点特别的重要。第一，正念。改变习气需要功夫，习气越重的人越要花时间去打磨，所以有个词叫熏洗。这就像用香熏衣服一样，熏得越久，衣服上的香味越重。同样的，臭味儿在衣服上熏久了，衣服身上也就臭了。所有的习气都是如此，所以要保持觉知正念，种下好的种子，长出好的苗子。坏的念头起来，要学会转念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第二，观空。能领悟到这一点，何处何境都不会让我们心动，更不会生起嗔心了。即使起了嗔心的习气，假如能时刻观空，这个嗔心也就会慢慢被空掉了。心外无物，只要你内心放空，也无懈可击了。第三，主动吃苦，苦中越修越不觉得苦，越是觉得轻松自在。修行就是从苦中磨练，把业障消除。你觉得苦，就说明法门不对，人有业障。主动吃苦就是扩大我们的心量，身不苦则福禄不厚，心不苦则智慧不开。付出苦不苦啊？苦，回报是甜。吃亏苦不苦啊？苦啊，占便宜是甜。但圣贤告诉我们，吃亏是福。转念，无我利他，愿力就起来了。工作上多做了一点儿，夫妻间多付出了一点儿，对父母老人多孝敬了一点儿，对合伙人对客户多让利了点。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修炼自己的对境，你就不会一直抱怨和哀叹，你会明心见性，聚集无比强大的念力，穿透物质世界的屏障，在心里发出一股摧枯拉朽的能量，从而滋养你自己以及你身边的人。你的磁场就是你的运气，很多时候你内在的磁场决定了你的生活状态。你是谁就会遇见谁，你喜欢什么就会吸引什么。
你的磁场就是你的运气。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自己吸引而来的，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你若盛开，好运自然会来到。朗达·拜恩曾在《力量》这本书当中写道，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磁场环绕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磁场都会跟着你，而你的磁场也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儿。所以我们每天要保持愉悦的心情和饱满的能量，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磁场。你要永远记住，你喜欢什么就会吸引到什么，最后便会得到什么。那么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能与什么样的人同行，取决于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因为志趣相投方能相互吸引，因为三观相同才能久处不厌。灵魂相似的人终会聚在一起的，你是谁就会遇见谁。你要做的就是改变你的磁场，来掌控你的人生。这并非是不切实际的空谈。吸引力法则配上行动力，堪称是绝杀。那么有几点：一，我们要保持专注力，不要沉沦于琐碎之中，要摒弃杂念明确自己想要的。二，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，遇到事了，咱们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，多去关注积极的一面，少在意消极的那一面。三，我们要储蓄能量，把想做的事情给它拆分细化，脚踏实地的付出行动的去推进。那你得到一个东西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。四，咱们要去靠近美好，多和善良的人去同行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；多和勤奋的人去携手，让自己变得更加自律；多和真诚的人去同路，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；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能量正了，万事皆顺。愿你永远保持积极向上的心。新的一年想有所成，不妨多做高能量的事，多接近高能量的人。能量好了，什么都会顺起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